可凉。世间哀愁，无知无休，离散却别我泪已从头。我愿山藏在我之后，让天下骨肉相守。我心向往雨纷纷，海海如土风的安详。我心向往烛火之光，美人格外荒凉。何人在此私斗？在下黄歇看得清清楚楚，私斗之事便是躺下的军士寻衅挑起来的。人是不是你杀的？不是我杀的。你说不是就不是，跟我回去，见了我们廷尉说个清楚。带走。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他，我没有杀人。太子，你杀人了！不是我，定是有人陷害。咸阳街头人人在传，都说亲眼看见楚国之子杀了人。不是，秦国廷尉正在追捕你呢。真的不是我。不想啊，秦国廷尉前来，我自会跟他说个清楚。太子，等什么等啊？既然有人要害你，怎会给你分辨的机会？他们必是诬告你在咸阳杀了人，然后把你关进大牢，将你害死在咸阳啊！我没有杀人呐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为今之计，只有先赶快离开咸阳，逃回楚国，再做打算。离开咸阳，逃回楚国。快，太子快换了装扮，跟我走吧！啊！太子，太子，公子，太子呢？太子已经走了。太子走了，去哪儿了？太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带着侍从离开了咸阳。他跑了。是。哎呀，他这一跑，正中了别人的圈套。我去追他。蒙将军，黄公子，你可知道楚国太子恒杀人之事？太子定是被冤枉。冤枉？那他为什么还要逃走？这恐怕是事出有因，我这就去把他追回来。稚子出逃是大罪，你身为太子恒的陪伴使臣，难逃其咎。怎么，你也想趁机溜走吗？将军误会在下了。大王有令，不准黄歇离开咸阳半步。什么？太子恒杀人，跑了？是。李恒自来咸阳做质子，一贯谨小慎微，安分守己，怎么会有这等事？他杀人之事已被坐实，
不过即使如此，我仍猜是有人从中做了手脚。雍大人，不会是你做的圈套吧？啊，太后放心，雍瑞要做也会比这高明。只是那陷害之人不慎走漏了风声，让雍瑞提前知晓，顺水推舟罢了。这样说，他们给了我们理由，对楚国说不了。正是。质子出逃，岂不害了子歇？太后放心，子歇人才难得，微臣已派人将他留下。太后，不要再犹豫了。那楚国太子恒杀我秦国军士，本该黄害服罪，竟然私自出逃，此举对我秦国是大不敬。恳请太后大王出兵讨伐恶楚。楚国质子杀人，私逃回楚。秦楚之义就此破裂。楚国如此侮辱我秦国，形同犬彘，不共戴天。我大秦当与列国联兵，共同伐楚。臣谨遵太后之命令。大王，眼下秦军已经攻下了重裘、襄城等6座城池，这情形是糟透了。金大夫，我楚军为何如此不堪一击？那秦国铁骑勇猛异常，我们的战车不是对手。况且，楚国这些年士兵缺乏训练，眼下分散各处还未集结。大王，一定要想个办法，否则秦人就要深入楚地，与我们全面开战了。眼下此事，可还有挽回的余地？金上啊，你不是刚刚才见过秦国的使臣吗？那就赶快再去疏通一下。实在是事出意外，楚秦联盟为莫逆之交，切不可前功尽弃啊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莫慌莫慌，有什么话就讲。太子身为质子，私逃回国，才导致这样的祸事。依臣切看，只有严惩太子，以向秦国谢罪。夫人，如今秦国已经宣战，事情已然闹大。就算是寡人现在狠下心，杀了恒儿，只怕也于事无补。这可如何是好？金大夫，秦人那边什么意思？那秦国使臣说了，秦国太后与大王是至亲，一直从中斡旋，想要保住秦楚联盟。不过，诸国妒忌秦楚交好，不断使人恶意挑拨，不免使得秦王与其他重臣心生猜忌。眼下当如何是好啊？那秦国使臣还说，最好能够让两国国君见面会盟，解释清楚其中的误会，免得让别人从中做了什么手脚。大王，
谁惹的祸事，让谁自己去承受。大王，不可轻易放过那太子恒。这个逆子虽然犯了错，但终究是寡人的儿子。看来这次也只好由寡人出面为他收拾残局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微臣有事要禀告夫人。大王已经决定为那逆子担当一切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夫人，如今朝堂上下乱作一团，只有劝大王前去会盟，重建秦楚之意。也怪你无能。说好了让米恒闯祸，求在咸阳，让大王废了他就是，怎么能让他跑回来，惹出这么多的事端？那边怎么回事，微臣也不知道。眼下多说无益，只有先平息了与秦国的争端，才能再提那废太子之事。劝大王与秦国会盟倒也不难，不过太便宜了太子恒。见过夫人。夫人，臣倒是有个主意。说。聪明人两次不可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。少废话。明说。夫人，不如建议大王再派太子去齐国为质。哼，这算什么主意啊？只要太子在齐国再惹出什么祸事来，就算这小子命大，还能逃回来。可是一个太子两次为质，如果先后惹翻了2个国家，那可就……哎呀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楚王同意会盟了，他曾把母后和舅舅害得好苦，我见到他，定不会轻饶他。楚王若是来了，我们获得的就不止3、5个城池了。只是此事我们还没有明示太后。楚国是太后的母国，只怕她在此事上会有所迟疑。再者，皇协一直在试图劝阻秦国对楚国用兵。大王不会不知皇公子在你母后心中的分量，他的话对太后多少还是有作用的。太后，公子歇来了。快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太后，你来的正好。昨日我刚得了魏良人给我送来的菊花茶，我正想着哪日与你一同品尝，你就像听着信儿似的。谢太后牵挂。木心在。把茶烹好了，端上来。是。太后知道，我来此，并不是想品茶。无论何事都是俗事，哪里比得上你我共同品味好茶？我宁可先俗后雅。子歇，坐下说。子歇坐不下。敢问太后，秦楚打算会盟？是。因为楚王同意会盟和谈，所以我们才从楚地退兵。就算会盟，会盟之地该选择秦楚中界之地，怎么会选择武关？武关有何不妥？当年你我相约出走，不也选择了武关相会？武关在秦境，只怕楚王入了秦国会有不测。还未会盟，怎知有不测？这明摆着就是头顶利剑，悬而未斩罢了。
子歇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是秦国太后，秦楚会盟一旦有所不测，这便是无信无义之举啊！你该如何给列国一个交代？你若任凭秦军铁蹄踏碎楚国，有生之年，你该如何回到汨罗江？你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？子歇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子歇，你可知道里面是何物？秦宫中珠宝无数，子歇猜不出来。这是我当年离开楚国时取得一捧楚国的泥土。当日魁姑告诉我，若离了故土，去了异乡，水土不服，就用这故乡之土，每日取少许放在水里饮下，既可治疗水土不服，也可解思乡之苦。我就是用了这法子，度过了刚开始最难熬的一段时光。后来这些土就留下了，一直放在身边。楚国水土，无时无刻不流动在月儿的血脉里，我自然无愧于汨罗江，无愧于父母和楚国的先祖。既然如此，子歇也无话可说了。但是，自太子恒出逃以来，我便一直被迫留在咸阳。我一直猜测，太子恒被诬杀人，不得不逃之事，与你有脱不开的干系。子歇，你错了，此事我真的不知情。若不是你亲手所为，也有你大秦的谋士在中间推波助澜。我猜测，雍瑞定是幕后推手。眼下秦楚交恶，千钧一发，一旦楚国危亡，子歇定要返乡救楚国于水火。到时候，望太后不要拦我。我说过，我倾其所有，不会让你走的。子歇，子歇，子歇！母后，明日孩儿就要启程去会盟了。再有几日，楚王的车马也就该到武关了。知道了。母后以为，雍大人和冉舅舅的主意如何？武关会盟，不动一兵一卒，便能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那自然是好。母后，怎么了？雍大人让寡人给母后带一句话：眼下，太后不该只为一人、一事、一国着想，而该为天下着想了。那是自然。时候不早了，儿臣告退。
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大王也回来了吗？臣弟快马先回来。与楚国会盟之事如何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楚王进武关之际，大王下令关闭城门，并扣押了楚王，准备带回咸阳。哎，不是早先说好，只要楚王答应割地致歉，便不动手的吗？早晚是要动手，大王只是性子急了一些。这哪里是性子急，这是授人以口实啊！都不说话。初离子，你为重臣之首，你先说。既然扣押楚王已成事实，敢问太后，楚王不日即到咸阳，此事如何处置？初离子认为，应当如何处置？天下皆知秦楚武关会盟，大王忽然下令关闭城门，将楚王挟持到咸阳。若此事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置方式，只怕会引起列国的质疑，说我大秦毫无诚信，以欺诈手段扣押他国君王，非人人君子所为，一定会引起诸侯的猜忌和敌意。只怕大秦以后难以取信于诸侯。楚离子此言差矣，是楚国质子杀人潜逃，毁约在先。楚王一直遮遮掩掩，不肯真心赔礼致歉。楚国的傲慢无礼惹怒了大王，这才命人将他带到咸阳质问而已。你以为这么说，列国会信吗？列国只是向我等要一个交代，至于信不信，由不得他们。如果他们真心想对我秦国开战，任你如何解释，他们都有动武的借口。假如他们不打算开战，无论给他们什么理由，他们都会欣然接受。雍瑞之言，初离子以为如何？如果大秦有足够的实力，说什么话诸侯都只能违心的相信，自然无妨。但眼下，大秦的实力还不够，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派出一妥当之人，游走诸国，说出一套令人信服的秦国大王扣押楚王的道理，免得诸侯猜忌，引发后患。唉，若是张子在就好了。老臣不才，愿亲自出马去试一试。那就拜托初离子了。不知初离子打算如何向诸国解释？老臣还没想好。朕已经替你想好了，就说此事并非秦国大王所为，只是太后一意孤行。因为楚王与太后是兄妹，早年间在楚宫中曾有恩怨。此次武关会盟，太后把国事当家事办，此举确非君子所为。但太后本来就是一介女流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，也就无需用君子之道衡量了。好在他们兄妹相见，说长道短，等到恩怨分明，就会放楚王回去了。太后如此说辞，完全是为大王着想，不计个人荣辱。朕是一妇道人家，有什么荣辱可言？行了，都散了吧。白起，太后，白起愿为太后分忧。我何忧之有？天下
你说什么？难道太后就真的没有一统天下之忧吗？世人皆知，得楚者得天下。既然楚王已经在我们的手中，我们大可以乘楚国无主，挥师南下，直取郢都。你想灭楚？谈何容易！楚国立国800年，自周王室建立以来，就屡次兴兵南下，想灭了楚国，可却是屡战屡败，让楚国从一个小小的子爵，成为诸国当中第1大国。晋楚争霸300多年，晋国早已消亡，而楚国却是越战越强。不是也曾有一人成功过吗？你是说伍子胥？是，北国伐楚无不失败，那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地形战术。北人骑马，南人行舟，北人面对水战束手无策，而伍子胥伐楚则是用的吴国兵马，水兵舟战行家里手，此其一也。伍子胥伐楚，便是利用了楚国君臣不和，楚国分封之臣根本无心反抗，一击而溃，此其二也。伍子胥行军神速，直逼都城，都城一溃，楚国便溃，此其三也。你的意思是？密戎将军在楚国待了多年，他了解楚国内情，更知如何用兵分化楚国君臣。司马错将军平定了巴蜀，为我们南下扫清了道路。我们可以兵分2路，一路由我带领，翻越秦岭，正面攻打楚国；而另一面，则可以由司马错将军率领巴蜀的兵马逆乌江而上，攻打李业，再顺流水而逆沔水，直逼郢都。太后，太后，看着大秦一统天下！太后，怎么？太后若觉得白起过甚其辞，不，朕只是惶惑罢了。太后，拜见太后。免礼。这么晚了，将2位爱卿请来，是因为朕有一件事情要与2位商谈。太后，正好我与司马将军商议，有关楚国之事，愿为太后献上一策。那就雍大人先说。太后，我们该利用眼下楚国群龙无首之际，攻伐楚国。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谁能抓住这个机遇，就能万世长存。而当下这个机遇就在我们面前。太后，臣以为，我们可以从巴蜀出兵，沿江而下，直入楚国腹心，再要有一支军队正面攻楚。朕请2位来，想说的正是同一件事情。看来我们是不谋而合。雍大人，司马将军，朕能有你们这样的良臣，是朕之幸事。我等一直担心，楚国是太后的母国，太后会因妇人之仁而不忍对楚用兵。如此看来，太后不让须眉，胸怀的是天下。先王的确没有看错人，此乃我秦国之幸事。此事你们与白起尽快拟一个详细谋略出来。是。太后，您只怕这件事情，我要愧对一个人了。太后，您说的这个人可是木心？在。明日请他到宣示殿来。是。多谢太后以实情相告。
子歇终于等到了结果。太后扣押了楚王，虽在意料之外，但在情理之中。子歇或许不信，但的确是突发之事，始料不及。楚王乃一国君王呢，太后怎可背信弃义？事已至此，我无话可说。但子歇不必为楚王如此激愤。君有明君昏君之分，君视臣如手足，臣待君如父母；君视臣如土芥，臣待君如寇仇。既然楚王是屈子于你等贤臣为泥土草芥任意践踏，那子歇何苦还要替其卖命？子歇是楚国臣子，我的命就是楚国的。或许有一日，天下再也没有秦国、赵国、楚国、魏国，那子歇的命又是谁的？子歇看不到那一日，子歇只能看到即将破碎的800年楚国5000里山河。前几日，我去到四方馆，听到侧士们都在争论天下是否归一，这让我想到800年前，楚国究竟在何方？周天子统一天下，分封楚立国于丹阳，乃是子爵之位，地不过50里。而今楚国开疆拓土5000里，而周天子之地，却连50里都不到。太后不用跟我说周天子之事，天命有归，这不在黄歇的把握之内。或许有一日，芈月要做的，就是周天子做过的事情。这就是说，太后已经迫不及待，非要灭楚不可了。数百年前，长江以南曾是楚国旧地，曾有上百个部族日日拼杀，后来被楚国一一收复，江南再无战事。若是秦楚合并，那秦楚之间或许有那么一场大战，但战后就可以享几百年的安宁了。子歇总算明了太后的心思了。子歇，我的心思绝不瞒你，我要你留下。留下帮你穷兵黩武，置百姓于水火之中，帮你取得大秦的天下。留下不是为了帮我，是为了帮天下。天下一统，将士们解甲归田，不再动兵征战，才可享受太平盛世。只怕百姓等不到太平盛世，见的是遍地白骨。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代价的，这是你要的代价，不是我黄歇要的代价。抱歉了，太后，我必须得走。你要走，是因为与我赌气。我要走，是因为我痛心。堂堂大秦言而无信，这就是你们遵行商君之法、背弃礼法的结果。大秦实行商君之法，民殷富，国富强，百姓乐用诸侯亲附，人心所向。统一天下是早晚的事情。自欺欺人！你的商君之法，在子歇看来，就是违礼、弃伦理、无信义，以恶制恶，贵上欺诈，轻罪重罚，令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商君之法，切实可用，立见成效，急功近利，不可持久。子歇，总有一日你会明白，今日之争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。你若信月儿，你就留下。你不在人啊，你只是大秦的太后。抱歉，
子歇帮不了太后，子歇去意已定，望太后不要留我。我今生披彩衣，我见繁华如许，我驾驭山河千山万骑，我却追忆海底。想过无才无期，想与梦相许，想任你解脱红尘之欲，永生不得离去。西风向孤独的人吟唱，是谁在拿你心里的伤？将欢情推理，片刻时光，今宵已在夜中央。西风向孤独的人吟唱，是谁在拿你心里的伤？将欢情推理，片刻时光，今宵已在夜中央。将欢情推理，片刻时光，留至未央，夜中央。我今生披彩衣，我见繁华